从家庭掏空6个钱包凑出的北京首富，在海淀教育圈竟连一张入场券都算不上。这个叫乐乐的男孩，他的家庭配置说是全国顶配都毫不夸张。妈妈是金融领域的顶尖人才，一毕业就进了北京外资银行，30多岁便靠量化交易轻松赚够9位数，早早的给儿子存下了巨额信托基金。爸爸更是行业天花板级别的存在，手握国内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与行业话语权。我来自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，今年上初一，跳了1级。就是我们学校有个小5班，就是我们考上这个小5班之后，就是能直接跳到初中。按说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乐乐该是旁人眼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少爷，可谁能想到他的日常生活竟比许多上市公司的 CEO 还要忙。从幼儿园起，妈妈就给他安排了一堆医德语课，学费严格按分钟计费。当时我就觉得我妈真是挺绝情的。乐乐眼里这份近乎绝情的严苛，本质上是精英阶层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执念。在海淀的精英家长眼里，他们的目的是从起点拉开差距。明明家里住着带私家庭院的大别墅，可乐乐3岁就被送进了全托寄宿学校，就算周末难得回家休息，早餐必须自己动手做，吃完饭的碗也得亲手洗干净。这并不是随口编造的噱头，乐乐妈妈自己就是从寄宿学校一路厮杀出来的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孩子早独立比父母多陪伴重要100倍。他见过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，懂顶级圈层的迭代有多残酷，知道只有孩子自己有独当一面的能力，才能够在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里都站稳脚跟。我发现还有这种寄宿学校，简直是天赐的。而且我们家孩子他也是这样感觉，他觉得寄宿很好，没有给他造成什么阴影和创伤。他就是说不能什么事都找家长，在学校遇到矛盾自己解决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可就算他把每一步都算到了极致，在海淀这场无硝烟的卷王争霸赛里，还是被狠狠上了一课。乐乐小升初那年，全家把宝压在了人大附的早培班上，这可是海淀家长眼里的清北预科班，可最终还是以2分之差落榜。家里人把失败全都怪在乐乐妈妈身上，只因外公是2所高校的创始校长，姥姥也是学术圈的大拿，唯独乐乐妈妈半路放弃学术赛道转投金融，在长辈眼里这就是叛逆，如今更是成了连累了整个家族的学术传承的理由。我的妈妈都是大学教授，然后我们家人呢就觉得是我智商不大行影响了孩子的智商，因为我在我们家可能也就是他们也觉得我学习工作成就都一般。可压力在大脚步也绝不能停，妈妈转头就砸重金把乐乐送进了海淀外国语，光基础学费1年就20万，还不算国际班的各类额外开销。他当时无比笃定，让乐乐走留学赛道相对竞争会小很多。但在这天陪乐乐上足球课和其他家长的闲聊中，他才明白他自以为的规划错的有多离谱。上帝实验的初中，全宇宙最牛初中吧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家学区啊，学区为啥不去，跑去海淀外国语啊？乐乐妈妈当场愣住，她怎么也没想到别人求而不得的学区资源，竟然就这样被自己浪费了。她慌忙拉着对方加了微信，生怕再错过半点关键的升学信息。而这件事也戳破了海淀教育最核心的真相，在这里钱并不是万能的，你花几十万报的私教课，可能不如家长群里一条少有人知的升学捷径。下课后，妈妈又立马拉着小乐去了一场牛妈分享会，主讲人的孩子才16岁就被麻省理工录取了。这场分享会的门票是他托了3层金融圈的人脉才勉强拿到的。可到了现场，乐乐妈妈反而陷入了更深的焦虑。她以为自己拿着9位数身家，已经站在了教育军备赛的前列，可看着其他家长手里堆得像砖头的资料，她才明白自己连别人的操盘逻辑都没摸透。祖坟上就开始有差距，再从一直差到父母这儿。挂了和乐乐爸爸吐槽的电话，他转头就给乐乐追加了编程竞赛班。现在的海淀教育内卷，早就不是有钱就能赢的游戏，这里拼的是家长的人脉圈层、祖辈的资源积淀，还有对教育信息的极致捕捉能力。有人问他把孩子和自己都逼到这份上到底值不值？乐乐妈妈自己也给不出答案。可当整个圈层都在不停加速奔跑，你根本不敢停下脚步，这大概是所有海淀家长都逃不开的宿命。